祝师兄，还追吗？怎么追？除了教技场玉皇鼎尽斗，虽只交手2下，至少能确定他精通风雷，能硬挡我的赤炎爪。此宝棘手，回去要想法破掉。我再三吩咐，离开族中领地后不得单独行动。你为何还要去教技场与赤龙族人动手？你们如今不是普通弟子，一次冒失，牵连的不是自己，是整族势力。大长老，红沙手里有雷星石，若能得到它，弟子日后进阶灵帅，至少多出30%把握。弟子一时糊涂。雷星石，但这不是你贸然行事的理由。个人进阶和全族存亡，哪个更重？你该分得清。韩道友，此事你怎么看？赤龙族多半是对我这圣子身份起了疑心，借雷兰之事是我的神通。听说你与祝英子交手，并未落下风，却没有继续纠缠，此举很明智。试炼在即，孰轻孰重，晚辈还是分得清的。从今日起，你们3人不得离开阁楼半步，静等试炼开始，其余事情交给我们处理。晚辈明白。参见诸位长老。这件轻甲竟是煞气凝聚而成，如此多煞气在身，非但没有反噬肉身，反而能逼出体外，幻化成形。这等神通确实匪夷所思。原来今年值守的是金风老弟，倒是巧了。先前传来的消息，想必你已经收到了吧？300年一次的试炼，金某自然不敢疏忽。不过近来地渊妖物躁动的厉害。若诸位再迟上1、2年，金某便绝不会放行了。所以收到金老弟传讯后，长老会才提前了试炼。眼下黑潮还未真正开始吧？还未开始。监测宝物显示，眼下黑暗之气虽比往日凶险，但离正式爆发至少还有1年。不过地渊妖物已有离巢上袭的现象，前3层里未必只会遇到灵将级妖物，撞上高阶妖物的几率会比往年大许多。妖王级暂时不会出现，是否继续？你们自行权衡，若折损过重，可别怪金某没有提醒。只要没有妖王级现身，错过眼下机会，100年内恐怕都无法再开试炼，不少分支等不了那么久。韩道友不安心休息，下来可是有要事？晚辈想去外面一趟。何事非要现在外出？今日见此地守卫以煞气凝甲，颇为奇特。晚辈想找人讨教一二其中玄妙。煞气凝甲？你说的是四煞化甲术？此术需身具大量煞气才有大用，煞气太少，凝甲也只是徒具其形。你问他做什么？原来韩道友身上有如此煞气，难怪会对四煞化甲术感兴趣。不必去外面打听，老夫便会整套法传。晚辈感激不尽，只是不知此术是否难悟。只要韩道友助雷兰白璧通过试炼，便是对我天蓬族最大的回报。放心，此术并不复杂，以你如今修为，一夜足够领悟前几层。至于后面几层，所需杀气太大，你眼下也施展不了。多谢前辈。法诀已在其中，拿回去好好参悟。成了。多谢前辈传法，已掌握7、8分，临敌应当够用了。这次试炼危险恐怕远续往年。你虽是灵将高阶，但地渊之中未必没有你也难以应付的强敌。我和石长老商量过，准备将本族一件镇族之宝暂借你使用，若真遇意外，也可多一份自保。镇族之宝？此宝名为雷蛟锏，你带去。二位前辈真要将此宝借给晚辈？本族还有几件宝物更适合地圈之行。
但那些都需花时间祭炼，下一期来不及。雷蛟简不同，只需以自身灵力灌注，便可击出伤敌，威力不小。但正因借用容易，此宝也更易被强敌夺取。你使用时务必小心。多谢前辈赐宝，晚辈一定谨慎使用。韩兄，那是7月族的敖青，他名头还在祝英子之上，是我等这一辈中公认的神通第一人。他心狠手辣，脾气也怪，动辄取人性命。韩兄最好不要招惹他。既然已到此地，也该公布此试炼内容。到了这里，除圣子外，其余人不得再往前内步。想必诸位此次且等了许久。此次试炼与以往击杀指定黑暗妖物不同，你们需要从地渊中带回一枚成熟的明焰果，能带回此果者，便算试炼成功。此果只在黑暗与晦气最凝重之地诞生，约500年成熟一次，每株果木也只生1枚。带回来的必须是成熟果实。地渊第1层黑暗之气不足，不可能有此果。第2层也许会有少量，但无法保证。第3层则必定有明焰果，而且数量不少。如何行动，由你们自行决定。试炼期限为3个月，3个月后，无论成功者有多少，封魔门都会再次开启，接你们返回。都听清楚了。试炼内容已明。现在出发！诸位还等什么？真打算在这里等到3个月后？走，走。看来这就是地渊之门了，下去吧。未必一进去就会遇到妖物，但小心些总没错。地层地渊，下去，不宜长时间停在空中。第1层到第2层入口不少，但较安全只有10几处。第1层几乎不可能有明焰果，我们直接去第2层。我选的入口较偏僻，路程多些，但能避开那些对天蓬族不善之人的埋伏。神念被压制得如此厉害，若是寻常化神修士初入此地，10成神通，至少先折去2、3成。银珠峰，不错，是银珠峰，地渊低阶妖物中最麻烦的一种，专袭发光与移动目标。别浪费法力，这种东西越缠越麻烦。走吧。不对，按地图标注，这里应是一条地下大河。
韩兄没有看错，我们的地图上，此地也应是河流。会不会这些年河道干涸，水都流到第2层去了？痕迹不像，即便河水流失，也不该变成这般沙漠。那韩兄觉得此地出了何事？不知道，也无需弄清楚。我们只是赶路，不是来研究地缘地形变化。抓紧上路，进沙漠后多加小心便是。那边像有一片绿洲。韩兄，怎么了？还有血腥气，有血腥味闻到了，就在那边。会不会只是地渊凶兽留下的痕迹？那边天地元气有些乱，像是刚有人动过手。看看也好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这些兽类怎会出现在沙漠里？它们应当在先前那片密林中才对。才发生没多久，否则这些妖气早该散了。韩兄发现了什么？的确有些东西。月圆兽，不好，这绿洲是巨灵花幻化的。巨灵花。这就是巨灵花，果然有些意思。此花应是中阶妖物吧？第1层不是很少有中阶以上妖物吗？很少出现，不过这次试炼时机不好，正逢地缘妖潮前期，有些中阶妖物会提前上到第1层，也不算奇怪。听说此花的花心灵液是不错的炼丹材料，既然遇到了，就收取一些吧。好了，下去取些花神灵液，就上路吧。走吧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放在这里祭祀的灵花？难道是六族他们？主人不必动怒，此处祭供中断没多久，那些人应该刚离开不远，让小的去查查便是。我还要继续主持祭祀，此事就交给你处理。不管是什么人敢坏我的好事，一个都要放过。遵命，主人。你去吧，我一人先回3层。不好！竟是非灵族人，的确快到地面人试炼的日期了。这么说，破坏祭祀的也可能是此族人了。什么？要我们带上这个东西？这2样东西最主要的功能是遮蔽气息，并确定我等方位。万一出了什么意外走散了，凭此牌还能再互相找到。我从无佩戴他人法器的习惯，韩兄好意，心领了。此物珍贵，韩兄还是自行收好吧。既然2位道友不愿，那就算了。不过第1层已有中阶妖物出现，也并非全无风险。我手中有一件飞行宝物，具有隐匿神通，乘坐此物赶路，麻烦会少不少。飞行宝物，这倒可以用。韩兄如此客气，那我2人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韩兄，既然有这种宝物，一开始使用便是了。此车虽然好用，但也有一个缺陷。什么缺陷？想驱动此车并打开隐匿禁制，只能动用高阶木属性灵石，而且耗负不小。除了隐匿和速度尚可，这车防御很差，极容易被攻击毁坏。不是赶路或必要之时，我不想轻易使用。原来如此。
敖师姐，这只金牙兽逃走的方向和我们要去的第2层入口有些偏离，是否就在这里将它灭杀？急什么？在地渊1层就碰到金牙兽这样的群居阶妖物，自然要将其一网打尽。还是你们觉得跟着我晚下第2层，会无法完成试炼？小弟绝无此意，只是担心明焰果被其他各支抢先。若真晚了，从其他各支手中抢过来就是。实在不行，地渊4层也有大量明焰果，大不了多花些时间再下一层。路面妖，这种第3层才会出现的高级妖怪物，怎会在第1层？按照地图标识，这里应该是一片平原，怎会有山脉？看这些痕迹，这片山脉多半是近100年内才出现在这里的，不是自然生成，更像是被人以大法力硬生生挪移到了这里。移山？不错，而且不止一座，是整条山脉都被移到了这里。不过也不必太过惊惧，就算是地渊最深层的妖王级存在，也不可能凭空做到，多半是借助了什么异宝或者大型禁制法阵，才把整片山脉移到了这里。就只能说明地渊最底层真出了活生生的真灵级妖物。原来如此。就算如此，此地情形也不太对。先前经过的沙漠也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可能是妖潮爆发的影响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赶到3层，取了明火果后立刻返回。但这片山脉恐怕有些鬼怪，若从山顶空隙中飞过去，不知会遇到何种风险。若是从2侧绕过的话，从2侧绝不行。这片地域2侧，一边是第1渊风带，那里的地渊的和极寒足以将我等封困其中，是这一层有名的禁区；另一边是黑渊飞影巢穴，里面居住着数十万飞蚁，以我们的修为闯进去，至少有1半可能无法脱身。这么一说，我们只有冒险穿过此区域了。也不一定，若肯兜一个更大的圈子，也能从另一条路线绕过去，只是至少要多耗7、8日。此山脉给我的感觉很诡异，若真从此而过，多半会遭遇大危险。到时就算能冲出山脉，恐怕也会法力受损，不利于后面的试炼。至于晚些时日再下第2层，倒没什么，有这些时日耽搁，反倒能让那些存心针对我们的分支摸不清路线。再说试炼之人如此多，第2层也未必能寻到多少明焰果。我原本就打算带你们去第3层，走吧，多浪费些时间，也比真的面对不知名危险要好。韩兄，要不我们再商量一二？也许此山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危险。不用想了，这片山脉我不会进去。刚一靠近那片山脉，冥魂珠便骤然发热，连体魂都躁动至此。那山脉深处的阴魂之力，绝非寻常鬼物。体魂受的异常，不能让他们察觉，说多只会生变。天蓬族只是过路之地，无需解释，也无需维系关系。韩兄，是你们3个地上人坏了主人的祭祀。祭祀？我等何时做过此事？前面沙漠中那株巨灵花是主人祭祀所用。没有。你们身上明明沾着巨灵花祭祀的气息，还敢骗我！真能看破我们的行踪？一点障眼技被看破有何稀奇？你不是普通远元兽，远元兽不该有这种分化遁影神通。地上人想套本尊来历，痴心妄想！走吧，此妖还提到了什么主人，恐怕不是这般好应付的。怎么回事？
八面兽的魂火竟然灭了。哼，八面兽这个废物，看来这等小事以后再处理。只要这些人没有离开地渊，我总能找出他们。看来此地没有什么问题，进去吧。沿此地下去1日，我们就可到第2层。此地偏僻，出口处应该不会有人专门埋伏。这通道中的地渊之风，敌未免太厉害了。情报中怎么一点没提到此事？就好像暴风同样。想来此风是近年才出现的，否则本族前辈不会不提此事。我们在1层已经耽误许多时间，无需在2层再浪费时间，直接去3层。但是2层到3层入口只有3个，我们无论走哪一条，都可能遇到其余各支的人。万一碰到那些存心不良的分支，不是万一，那几支人肯定会在3个入口都安排人手，他们的目标也未必只有我们，其他几个最弱的分支恐怕同样是他们的目标。碰到动手就是了，这一关总是要过。赤荣族这等大族，就算想吞并天蓬族，也不可能把全部人手都压在3层入口。地渊试炼对他们同样重要，他们最多留下1半，甚至更少的人手堵截。击败对方不易，但闯过去，并非不可能。但3个入口，我们走哪一个？其中2个好走，1个危险。既然走哪条都可能遇到堵截，自然选离我们最近的。只有万腾道了。如此的话，只有万腾道了。万腾道就是许多古藤连接2层和3层的那个入口。不错，那条通道除了偶有妖虫出没，基本没有太大危险。若一路顺利，半个月后便可赶到。听起来不错，就走此入口。韩兄出了什么事情？没什么，可能是一时错觉。有些意思，竟然连我的泥傀儡都能感应到一点。看来此人的神念远比修为强大得多。可惜我不是1层的6族，对炼制阴灵没什么兴趣。差点忘了，那鬼婆子似乎一直在搜集神魂强大的生灵。这个人倒像是个不错的礼物，说不定能换他一条血鱼。地血，找我何事？不知道老身正有要事在身，关系到我等图谋的大事吗？自从我等定下大计已过去数10年，老夫难得联系道友一次，难道连聊上几句的功夫都没有？少给我兜圈子，到底何事？直说，否则休怪老身断掉秘术。上次我等定计后，穆青负责搜集血石祭祀，6族负责收拢阴灵之力，老夫负责炼制大量傀儡。道友这边则是培养那8000阴甲玄鬼，不知道友如今进展如何了？明知故问，你们在我手下布置了多少眼线？进展如何？会不知晓？彼此而已。老夫炼制傀儡之地，不也常有道友的人出没？不过现在，我想听道友亲口说。8000阴甲玄鬼倒不难，只要6族供得上足够阴灵之气，将他们培育出来，不过是迟早之事。真正麻烦的是统帅这些玄鬼的8名阴甲鬼王，必须得用神念异常强大的精魂，才有可能炼成。哦，那8名鬼王如今炼成了几个？成了3个，成功率太低。这便是老夫此次联系道友的原因。老夫恰好发现了一个极品精魂材料。地血老怪，你什么时候也对这类阴魂材料上心了？老夫虽不精此道，却总还分得出东西的好坏。方才老夫发现一名非灵族竟能感应到我寄附在泥傀上的一丝分神，这等神识强度，不正是你炼那鬼王时最缺的材料吗？非灵族人又到他们试炼的时候了，难道是那些老家伙亲自下来了？放心，不过是个灵将级的小家伙，高阶灵将而已，还惹不出什么大麻烦。若只是灵将级，那倒无妨，能感应到你的分神，神识的确强得少见。好，这个礼物我收下。不过你不会平白送我这个消息，想换什么直说。
老夫就喜欢与道友这等明白人打交道，简单。若只提供具体消息，1条万年血鱼；若老夫亲自出手，把人擒下，再将精魂送到道友门上，那便2条。你当我的万年血鱼是什么？一个阴魂也想换2条？我如今无暇分身，一句话，你把精魂送来，我给你1条万年血鱼，算你占了便宜。好，1条便1条，10日后，此人精魂便给你送去。对这次飞灵族试炼，穆青与6族子都处理干净，还是仍像以前那般，任他们在3层乱闯，不会坏我等大计吧？大事正到关键时刻，不能惊动飞灵族上层。只要这些圣子不插手我等，不闯入4层以下，就由他们折腾便是。穆青与6族想来也明白这个分寸，便依你之言。区1名高阶灵将，再加2名初阶灵将，3支灵帅初阶的血目傀儡，足够了。去，截下那3人，把精魂聚回来。动用明火。是。不好，是黄风族的人，他们和赤龙族一样，也对我们天蓬族窥视已久。黄风族，三位是天蓬族道友吧？在下夜雨琴晓，我们2族有互助盟约，还望3位出手相助一二。这是本族和夜行种族的事情，天蓬族最好别插手，否则就是自找麻烦。本族与暗夜擘族确有互助盟约，但黄风族势力不在赤龙族之下，也不是能轻易招惹的。而且眼前这3人，只是黄风族进入试炼的一部分圣子。是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还不简单？原本还想放你们一马，现在没这个必要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先去死吧。小心！阁下想到哪里去？现在还想走，不觉迟了吗？此人神通深不可测，我们不是敌手。走吧，此地不又宜久留，需要赶紧离开。是，一切都依韩兄之言。秦道友，我记得叶玉这次来的不止你一人吧？本族一共派出3名圣子，进入2层后，先后遇到数名敌对分支，其余2人都已经陨落。我原想从附近入口潜入第3层，碰碰运气，看能否寻到一枚明焰果，没想到途中又遇到黄风族，被他们一路追到这里。黄风族出动那么多人，只为追你一人，大概是因为我身上带了族中几件宝物。能让黄风族如此追赶，秦道友，族手中莫非有夜族3大至宝之一？
小妹身上的确带了族中的混元壶。混元壶，就是能操控混元之力对敌的那件宝物。若非凭此宝，我一个中阶灵将，根本可能在黄风族追击下撑到现在。只是催动混元壶需要极罕见的混元晶石，我将族中晶石尽数带出，如今也已经一块不剩了。第3层入口在西北裂谷带，绕过冰煞之地外围最稳。若要找明焰果，一般要在阴脉交汇点附近停留，不过那里妖物会比这里更密。这里就是2层有名的冰煞之地吧？听说此地多有低中阶冰煞妖物，偶尔还有冰煞妖王的传闻。不过此地冰煞大都未开灵视，多是低中阶妖王，亲眼见过的人却不多。此地看着凶险，但以我等神通，通过应当问题不大。按理说是如此，但这次地渊妖潮将近，还是小心些好。走。祝师兄，你的精岩丝越发精粹了。这头中阶黑蜥皮坚肉厚，不下于一些高阶妖物，竟也被师兄如此轻易压下。少说这些。守了3、4日，只处理掉1个小族，天蓬族的人却始终没来。看来他们不是走了别的通道，就是还在第2层徘徊。其他大族多半已经有了第3层，进了枷锁宗。赤天、红沙，你们跟我下第3层，其余人继续守在这里。祝师兄，姓韩那人神通不弱，只留几位师兄守此，会不会有变？放心，游师弟的修为不比我弱多少，再加上族中宝物落魂钟，足够了。此钟发动起来无声无形，最难防备。即便灵帅级存在意识不察，也要受制。多谢师兄赐宝，尤某一定不负所托。按方才布置行事。听好，从现在起，所有人隐匿身形，不得在附近露出半点行迹。目标若到，我先用落魂钟制住他，听钟声再现身。敖道友，万腾道以前可从未出现过金明额，此虫本该在地渊4层才有，看来地渊深处的确出了变故。这话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1层能碰到中阶妖物，此地再出现些金明额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。这些事自有族中老家伙去管。倒是到了第3层后，你若还跟着我修怪，我先拿你开刀。敖姑娘何必如此绝情？费某对道友可是痴心一片。我已先后3次向七月族提亲，每一次都被你亲口拒绝。